来吧。FD 新出的这一款腹地，其实啊，理论上来说，我们所认为的腹地肯定是大汉的重涂了。自然 FD 这回也不例外啊，基本上和之前大汉出的那个模具的变形逻辑是差不多的，但是在一些地方也是做了改模的。纸品方面，全彩印刷，中英文双语说明书，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。配件方面，一张张着嘴笑得很开心的替换面条，腹地自用的小枪、小炮吧。然后还有一个大炮，那这个炮呢，其实拉开啊，这个是可以给威震天去使用的，给 MP36 用啊。枪型的时候把它拉出来，人形的时候缩短，而且呢，这个滑槽滑下来，盖子打开，里边是可以装电池的。装上电池以后，这里有激发的开关，前面的灯是可以亮的，是一个红光。当然嘛，这根大炮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给大汉的。大汉在记忆动画里边有这个镜头抢下来威震天的那个炮嘛，但是呢，大汉里没带，这回就给你带在了腹地里。车型我们来看一下吧，一辆米黄色的吉普车，密合的程度非常的规整，而且每一个缝隙严丝合缝。而且这个设计啊，厉害就是在于它底盘这个地方都变形完了以后非常的工整，只能看到胸甲和裙甲的地方，后边这些空洞啊，这些地方都给你挡了起来，非常的不错。橡胶的轮胎，电镀的轮毂，推车也是无比的溜。而且腹地的这根小枪，你也可以插在车顶，小炮啊，我爱叫枪。这个地方的倒车镜也有做仔细的涂装处理，背后这里油箱的刻画，磨砂的深灰色的玻璃，其实可以做理解为透明黑了。后边的这几块呢，是做的这种枪铁色的金属漆涂装，跟车顶的这个地方涂装的颜色是一样的。把坤拆下来装前机盖上。挺好玩的，好带感。你们这帮小黑子，拿起来还是很有分量的。FD 的小车都是挺重的，身上的合金件是比较多的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准备来变个形。首先可以把前边的保险杠这个地方下折90度，解锁开这里的一个倒钩卡扣，准备工作。然后掀开这个地方挡着的这个盖子。这本身是个空洞啊，做这个盖子其实就只是为了遮空洞的。然后一层一层的开始拆它。好，把这个地方后边这里的卡扣拆松。然后嘛，其实为了安全起见啊，我们拆开了这个扣子，就先把这一块翻折过来吧。这里边有很小的卡扣，180度叠过来。继续的拆车头，因为刚才这一块我们已经拆松了，把这里边的这个小销子再揪开。好，完全的拉出来，这里边是合金的连接器，这个地方啊变成车型以后卡的会特别的紧，整个拉松掉它。拉松掉以后，我们把这一块连接前机盖的地方的2个卡扣拆开，再旋转180度。搁在这个位置，我们主要是为了腾开空间。那现在车两侧的这2个零件就可以跟这样合并了。合并以前呢，其实这地方有一个滑道啊，不要忘，拉开，拉到底咯噔一声，缝隙出现以后，你再往回折叠，折叠过来，这里的一个锁扣旋转过去，把这2片缩在一起，脚尖180度翻折过来。把这一块三角形旋转，这是个铁的，合金的。然后呢，变到这里，膝盖这里再合并，把刚才我们拉开的那个滑道再夹住它。另外的一边拉开，拉松以后，双折叠并在一起，翻转卡扣插合，脚尖卡到位，旋转过来，这个地方捏一下，卡扣定住。然后大胯这里，大腿的部分里边有一个双段关节的折叠，它是反着把这条腿藏在这里的。我们把它 Z 字拉出来，拉出来以后呢，根部旋转，
把这窟窿叠到里边去。然后呢，膝盖这块再打开这里的一个小钩子，摆正套合锁定，那这块就不会乱动了。腿部我们就变形完毕了。对比一下，另外的一边变形也是，我们从这个方向看，把这里拉出来，这里边的双段关节折开，旋转180度，从根部放下来，翻开这个小钩子，把它布正，钩子锁定。这里边都是合金的，包括钩子和锁定下方的这个位置都是合金件。那好，现在2条腿我们就变完了，2胳膊的变形，拆开中间连接的卡扣。这个白色上面是有这种珠光漆的涂装的，这个根部的合金板叠过来，卡扣结合，然后咯噔咯噔卡过去。这里边根部是有一个齿轮的。接着小肩胛打开，这里边有一个限位，在转到位以后，咯哒，这里边的限位又会锁到。然后大臂旋转180度，把这一面土黄色的这个露在外侧，另外的一边也是180翻折下来，把这里的锁住插紧，然后合金的地方把这个齿轮一档档的锁过来，然后把这个地方尖头的这个装饰零件里边是有一个限位的卡点的，卡到头以后咯噔一下锁开，然后再旋到底，咯噔，再把它定好位置。胳膊旋转，拳头摆好，先把肩膀往后让一档，边缘不卡的情况下，脑袋整个的零件旋转过来，再把肩膀齿轮锁定到位，这个地方有一个插的点，合上。头上的这一块呢，再旋转180度，盖到头顶来，很复古的那个福地的头上边这个框子的味道。这背包的收纳就和大汉是一样的了，折叠，把这些地方都缩进去，然后这里再折叠成框，把这一块夹合放在里边，整个的包起来，变成一个最小的卡扣，然后旋转180，紧接着我们再折叠这个合金的零件，折成这样的一个角度，让它装到这个方框里。这里边还有一个原装的孔洞，插上边的这个，然后后边顺势2个桩子卡到洞洞里。下方这里呢还有一个卡扣啊，这里有一个方的卡在腰间，把这些卡扣都定好位置，一起卡到位，这个背包就背好了，闭合完毕。胸口的这一块上面做了一种很复古的记忆贴纸画风的涂装，非常的漂亮。头雕在原先老记忆造型之上也做了一些美型的修正，其实这一块是可以来回转动的，看你喜欢哪一面了。身上的涂装细节做的都非常的不错，背包这里把身上车顶的这些盖子全部收纳堆叠了起来。其实理论上来说，福地背后的这个背包啊也不小，所以这个背包的尺寸我觉得在可以接受范围之内。后边这里腿部这里并没有什么的空洞啊，而是把真的2个轮子变成了小腿肚子的这一块，这种设计半露着轮胎的感觉我是很喜欢的，很有机器人的这种味道，而且全身的质感做得非常的不错。但是呢，我个人感觉啊，腹地好像没这么大长腿，就是 FT 的腹地它变完了以后会有一种大长腿的感觉啊，过于的修正了美型。不过好在是啥呢？因为变形结构的存在啊，你看它这个裙甲折动的时候，不是理论上咱们认为的从这个根部转，它是在1/3处折叠旋转的，所以你这样平踢腿是不影响的，不会阻挡到的。但如果说你不喜欢这个大长腿，想更技腕一点的，可以把这个 Z 字关节啊折叠缩一下，变成这样的一种感觉。小矮子敦敦实实的，给我觉得，我个人认为啊，腹地可能这样的一个腿长更符合这个角色一点点。
虽然这个算是可以自行调整身高的这么一个组件吧，看个人的喜好吧。我个人感觉这样会更对味儿啊。你们觉得哪一种会比较好呢？长腿的帅呢，还是短腿的更符合记忆的感觉呢？还是提了个鸡在这晃悠晃悠爽呢？这个腿还是可以跟这样90度踢起来的，只不过这个关节啊，因为错到了里边，所以跟大腿后边看这里有一点点曝光。不过还行，也能踢起来。所以摆一些造型的时候啊，前台基本上问题不大，看个人的喜好来吧。而且左右劈胯呢，也可以正常的劈开。当然，如果说你再魔性一点呢，可以把这个大胯分离得很开。你要是把这个胯再往开拉一段这个 Z 字关节呢，这就更G1了，就更G1玩具了那种感觉。老式的这种记忆机器人其实就是这种感觉，很有味道了。其实 FT 在做每一次的这种记忆角色的时候，它都是在原有的记忆那种憨憨傻傻的一个还原度之上，又增加了一些他们厂商自己认为的一些美型修正的理解，而且还会给出来一些容差值，可供玩家自行的选择。你是喜欢哪一种？比如说本次的辅地，长腿的选择还是短腿的选择，甚至说很记忆玩具复古的劈胯的这种胯分得很开的选择，都可以由玩家自行的来更换，按自己的喜好来变形它。其实这样的多重选择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。我把这些东西该做的都给你做出来，而最终怎么去选择摆它呢？我不会给你定一个死的框架。身高方面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是你把腿缩进去的感觉呢，差不多到了擎天柱的裆部胯部吧，也就是一条腿到大腿根部的一个高度，这感觉还是挺对味儿的。但是如果你把腿撸出来，哇，这个确实有点太长了，这个身高基本上已经到了腰部了。像腹地、大汉、大黄蜂、战戟这样的小型部队、迷你部队里边的这些角色，应该是更短一点。本次的 FT 的腹地大概就是这样了。